第一位上场的朋友，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这个事儿还真不好说。对于有些朋友来说，他是新朋友，但对于可能你看脱口秀时间更长的朋友，他其实是老朋友。我们掌声有请这半场的第一位演员，欢迎赵有成。OK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赵有成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OK， 哇，干脱口秀确实很多年了，但是还是很难体面的跟老家长辈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，就是每天晚上叫这么100-200个人，在一个小黑屋里面，禁止录音录像，今天还没收你们手机，对吧？我在上面讲，你们在底下鼓掌。我爸一听就懂了，哦，传销。因为我爸前几年真被骗进了传销，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点难受。难受不是说他被骗，而是因为他被骗那天我在场，我看着我爸进去的。我不是没劝他，我也劝了，我劝他不要错过这次发财的机会。我俩不知道啊，当时的场景是我和我爸一起参加同学聚会，我俩不是同学。是我爸的同学，我叫他李叔。一见面说：“老赵，带你发财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，你今天先投6万。”我说：“肯定是骗子呀。”李叔说：“2年到手1040万。”我说：“李叔应该是有说法，应该是啊。”具体什么项目呢？李叔原话：“带我爸去广西北海，买一条高铁。”买高铁？我说纪念品吗？比如说高铁载人那个，现在才明白李叔当时用了一个双关。载人那个没听出来。第2天我爸跟李叔买机票就去了，一到那儿给我们发消息说完了是传销，我们才知道被骗了。我妈赶紧收拾行李说你在家好好待着，我一定给你爸救出来，让咱们一家团聚。我妈一到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来呀，咱们得一家团聚。这边机会多，我说我在上海挺好的，他说上海再好也就是全国第2。你没听说过那个排名北上广深吗？我一下就懂了，太疯狂了，这一疯狂的骗我。哎呀，我说那你们这违法，这打击你们呢。他说这个叫正面打击，但是侧面扶持，暗中保护，低调宣传。疯狂的骗我，我说不可能对吧？我寻思陷这么深，什么时候能出来呀？没想到我6月初毕业，6月底俩人回来了。真的，我当时研究了传销骗人就2种方法嘛，先是让你进来交钱，然后让你骗朋友也过来交钱。但我爸妈2个特点，一是穷，2是因为穷导致人缘特别差，所以他俩没有骗到任何人，就单纯他俩的积蓄被榨干以后，被传销组织给优化掉了。6月我们一家3口一起毕业了，俩人回来可怜巴巴，分文没有。哎呦，可怜！我当儿子，我得给他们复盘呢，我得给他们算账啊。说俩人2年被骗了12万，我这么一算，合下来一人1个月2500，包吃包住，还是海景房。我说那是得低调宣传啊！你真宣传这些老头老太太，没人去养老院了，是吧？朋友们，能听得出来我在抵制传销吧？因为真得强调一下，每次讲完都有人在底下点头，说其实挺划算，是吧？比上海便宜多了，是吧？别往那儿想，别往那儿想，因为那个窝点肯定已经被捣毁了嘛。包括李叔，现在我们也不叫他李叔了，叫李某。李某，真的，这个伤害并且是持续的。我现在总感觉是不是谁都要骗我，尤其是刚做脱口秀的时候，是一家俱乐部打电话给我。说我们这边有个新兴的行业，我具体做啥？就是每天晚上叫几百个人关一个小黑屋里面哈，你随便在上面讲，他们在底下听。我说我不敢去，然后还是我爸支持我说你就去。我说万一骗钱怎么办？他说骗钱参加
没有钱能被骗了呀。都说有钱不一定带来安全感，哎呦，没钱可以，没钱可以，尤其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还被正面打击了。人心惶惶啊，只有我胸有成竹。我说没事儿，应该是侧面扶持咱们的。OK， 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有成，谢谢。谢谢赵有成。喜欢有成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有成。你讲脱口秀多长时间了？看怎么算了。从被骗进这个组织开始算的。从被骗进这个组织应该是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参加过一次训练营，那是16年。正式讲话应该是18年，对。其实有成在没录节目这几年，一直没有离开节目，就是做编剧啊，在幕后帮助大家。不知道马思纯还记不记得吐槽大会的吐槽大会是我的编剧，对，给马老师写过，然后去年也给鲁豫老师写过，还上了热搜。对，属于两边活都接的那种哈。混口饭吃嘛，不容易。感觉你变帅了。然后中气十足啊，真的是好洪亮，丹田发声，是吗？是的，不错，我觉得这一票我是因为我觉得你开场还是有点紧张的，但是开场不容易啊。对，是挺紧张的，没事儿，我觉得接下来的选手好好比吧，我觉得我后边开的还行。对大林来说这是新朋友，是，您好，刚认识您，别，您别客气，对，没少那个给搭档写段的时候骂您，没事，对不起。那都你写的，也不全是，有一些是。早看你不是好人啊。对，现在觉得就您。可能是因为您总健身吧，是吧？您这个对啊，所以这中气特别足嘛，身体特别好。我是觉得我不成熟的小建议，您下回就是可能麦克风，比如稍微远一点，离远一点。你看王悦其实也是，他声音也特洪亮，你看他每回他那台麦克风老放在这儿，他老搁这儿说。您这有时候声音太大，确实是就我们刚想要乐的话，您这又给我吓回去了，稍微有点。OK， 是，别的没都特别好，您是很成熟的演员。我这后边还真是可以约一下稿。我一听原来这么多精彩的这个作品都出自您手，现在拍来及吗？现在有点来不及了。那你现在拍就有点刚刚正面打击，现在侧面扶持的意思。那我还是选择暗中保护吧。高调宣传吧。行。我是觉得脱口秀编剧们特别了不起。之前老说每个人能讲5分钟脱口秀，那是对于会讲脱口秀的人。像我们这种属于会背5分钟别人给我们写的脱口秀，而且他要根据我们的特点，所以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棒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脱口秀它特别可爱一点，它就是特别包容，它有很多的多元的评价体系，就你可以是各种各样的。我也是，就是去年上半年没有演出，就是我挺质疑自己脱口秀演员的身份的，然后一直在做编剧。去年是什么契机让我重新开始讲？就是何广智拿了冠军的时候，他参加一个罗老师的采访，问我看了没有，我说我看了，其实我没看，然后我就回去特意看了一下，他说他第一次去上海看的演出是我的演出。然后还说我在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挺感动的，就是冠军都不嫌我丢人，我为什么我都没有资格嫌自己不好？然后我就重新开始讲，然后就今年来到这儿，我觉得一切都特别好，我就接纳自己，很接纳自己。您往这儿看，桃李满天下，这属于是啊，都是您写完稿，人家跟说一说去。买桃李就上淘宝3购。你掌握太多这个不需要的技能了。还有，告诉你个数字，欧美脱口秀演员基本成的基本的年纪是10到15年，你还有好几年。对，我就乐观一点看，就是哎呦，还有5年的时间，加油！有成演完，我们备战间的朋友们，有没有演员会向赵有成发起挑战呢？请看大屏幕。有2位朋友向你发起了挑战，那请有成先来到休息区。赵有成也算是我进脱口秀圈里的前辈吧。我人生第1场开放麦就是他主持的，命运的齿轮又转动回来了，就感觉想打一下子挺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七友啊，我今年30岁，讲脱口秀已经有6年了。
目前是一个全职的喜剧演员兼一个全职的乐手。我想通过曝光，然后给我的乐队带来一些登上大舞台的机会。接下来的这位朋友是这个舞台的新朋友，他除了脱口秀，还是一位摇滚人，所以他每天的生活就是 rock and roast， 同时拥有脱口秀和乐队的夏天。我们掌声有请七友。是基友，对，我是一个摇滚乐手啊。但我最近刚剪这个新发型，他们都说我现在是摇滚鲁豫。对，其实我是一名贝斯手，大家都知道，对，乐队中存在感最低的一个人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乐队现在就在演出。没人发现我来了。我身边是有人不知道这个乐器是什么，问我乐队玩什么，我说贝斯，他问我贝斯在哪，我说我贝斯在家，他说在家不叫贝斯，你那个叫 gap。我说 gap 是啥乐器？他说 gap 就是什么都不做，我说那不就是贝斯吗？我告诉朋友，存在感低是因为我们贝斯是一个低声部乐器，对，但它很重要，它是负责兜住整个乐队的。你可以看不到，但不能没有。贝斯是这个乐队的内裤。所以当我朋友说我听不到你贝斯的声音，我说听不到就对了。我说越舒服越高级的内裤越像没穿一样。我说这就是弹贝斯的最高境界，无痕贝斯。他说啊，那你们乐队是不是要每天都换贝斯？其实干摇滚很酷，但学摇滚太不酷了，对吧？我在北京一个音乐学院学音乐，我们学摇滚的竟然有早课。所以我要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学摇滚。当我朋友说你干的什么摇滚，我说全日制摇滚。我就问老师，我说老师为什么我们玩乐队的要早起？我老师说摇滚乐需要愤怒，而早起会有起床气。他说早起是这个世上最摇滚的事情。我以为摇滚是反抗不公，原来是反抗我生物钟。最摇滚的事儿就是我去演摇滚乐演出，我烟熏妆不能是画出来的。你很难想象，以前摇滚精神是造，现在是早。本来以为毕业了之后可以持证摇滚，但是发现我这个学校太不正规了。我们学校的学历，学信网不认，但是在摇滚圈含金量很高。这句是我老师说的。然后我就猜，我说会不会我们学校在摇滚圈含金量高，就是因为学信网不认呢？你想在外人看，他说哇，你上3年学不要学历，这也太摇滚了。我毕业之后去找乐队，这个主唱很拽，他说想加我们队，你有什么优势？我说哼，我这个学校学信网都不认。主唱惊呆了，说啊，学信网是什么？我说坏了，遇上真摇滚了。我现在有一支在北京的乐队，但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们这个队不摇滚，因为我的乐队成员们不穷。我们主唱在北京有房。我说有房怎么干摇滚啊？咱们摇滚乐不是要穷吗？啊，摇滚的第一要义就是合租。啊，我合租，我愤怒，我反抗资本家。有房你愤怒啥？房价又跌啦。我们主唱特别正能量，他的梦想是用我们乐队的歌曲宣传北京。我说怎么会有人干摇滚的初心是建设我的家乡啊？这个事不是我们该干的吗？这个事不是说唱歌手该干的吗？
是吧？你不会见摇滚乐上台，就你不会看到窦唯说，哼，北京东城豆子来了。哎呦，我们摇滚乐手根本就不需要宣传家乡，我们只用杀死这个家乡人。就是我的感受就是，我们主唱虽然在干摇滚，但梦想是有编制。你知道，一个每天在 live house 跳水的人，梦想是想上岸。我觉得他的梦想就是在音乐节发表讲话。咱们摇滚乐不能这么摇，咱们得有组织有纪律。不要忘记，我们乐队的宗旨就是先摇带动后滚。你知道，为了实现我们主唱的梦想，前几天我们队发新歌，我们主唱说，到咱们发新歌的时候艾特一下北京文旅吧。你知道，我第一次见主动要求被管理的。我说咱们就直接写一首歌，咱们就写一首你要生3胎吗？你看看。就是我现在虽然有了一支我自己的乐队，但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摇滚。我时常在想，我说中国真正的摇滚乐在哪里？有一次我演出结束之后坐地铁回家，猛然间一抬头，我发现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维持一个很摇滚的姿势，大家都在右手握拳，抓紧扶手，随着地铁在左右摇晃。我说这不就是音乐节常用的姿势吗？我当时懂了。原来最摇滚的地方在地铁，最摇滚的事儿是每天早起，坐地铁去上班，去反抗生活。当时我就懂了，我说会不会音乐节其实只是一辆轰鸣而过的地铁，地铁才是日复一日的音乐节。就我们仔细想，在地铁里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喊出那句最勇敢、最愤怒的话，就是你能不能别踩我脚了？谢谢基友，喜欢基友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基友。脱口秀整这么多年，又出现了这个新赛道啊，新的品类啊，摇滚乐。乐队叫什么呀？我们是一支风格比较小众的乐队。这一听还不太好意思说这个。我们是一支玩 ska 的乐队，可以理解为雷鬼反派音乐的一种。对。那就是还挺猛的呀，那个是吧？一般猛，你可以听一听。啊。我们乐队叫玩具头 Toy Head。那所以说贝斯其实是平时就是在里边，能说是拨弦的次数比较少一点是吧？相对来说，这个是一个蛮刻板的印象，一般弹的少的都是技术比较菜的。怪不得我以前呢也合作过一些乐队，看样那就属于是技术比较菜的，因为看半天就是身子晃得多，嘣，就是这。这是，这招谁惹谁了？这是灵真起手，哪来这么一出啊？好突然啊！这是博哥最摇滚的照片。这太猝不及防了，我天哪！这是，其实这个也是，你知道这照片怎么出来的吗？按理说这照片应该都是别人给放出来的，这照片是我后来开始有了一定成绩以后，有一个记者跑到我们家去了，说是我朋友，跟我妈聊天。我妈给人做中午饭，做完了以后，她说她有没有之前的资料什么给我看，这全是我妈给摊开给人拍的，一张一张给人拍的。就这些资料应该原始只有纸质版，对吧？对。好家伙，入室坑骗了咱老太太。对，所以说你们现在的海报大概是什么样的？能宣传。可以关注我，然后看我们乐队的。不用这么羞涩了，节目组刚跟我说版权的事情搞定了。我们听一下吧。博哥下来跳舞来。
适合博哥了。这音乐太棒了。好帅啊，好帅！作为一个波波头女士，想对另外一个波波头女士说2句话。其实我先知道七友，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做功课的时候，我会就是查这个，然后他们有一些歌，我没有怎么听音乐，但我看了很多歌词。因为他那个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，他说没有金钱无忧，没有欲望烦忧，生活在这城市我才感到自由。正能量，正能量。对，又摇滚又温暖。他讲的特别好，特别松弛，我觉得是真的很松弛，就是那种摇滚感觉的松弛，而且没有我故意要反叛什么，或者是我故意要刺痛谁谁谁，我就是讲我自己最在乎的事情。对，就是讲相信的东西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谢谢七友的表演。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呢，00后，但是是这个舞台的老演员了，台风成熟老练，也是咱们东北赛道的高材生，欢迎于波。嗨，朋友们，我叫于博，很开心我回来了。我去年也来过这个节目，但是巡演到现在1年，我了解我现在的知名度就是没怎么上来，但我消费已经上来了。哎呦妈！我上个月在成都花了300块钱剪了一个头，太激进了，300块钱我没剪过，我只剪过50块钱的头。我说300块钱头得咋剪？我得自己再带5个头来。不知道你老当跟班的，没当过带头的。你只有去了之后才知道，300块钱全是过渡服务。有一个人专门给我洗头，一个人专门给我吹头，还有一个人专门催我办卡。知道的开始问说：“帅哥您好，您这个发型啊，前额有什么要求？刘海有什么要求？鬓角有什么要求？枕区有什么要求？枕区，这都是谁呀？我头上有这么多人吗？给他们拉个群吧。没告诉过我有什么要求，就我妈告诉过我，她对我发型有什么要求。我妈要求我那个头发剪得快。从小到大，我妈、老师说头发不耽误学习，只有这一个要求。我们老师、高中班主任说那个话夸张，说你们这些人在班级不用现在留那花里胡哨头发有啥用？等你们以后考700分，爱留什么头留什么头。我就想留斜刘海，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要考700，能留斜刘海，我都当高考状元了，图啥呀？毕业时候哪有那斜刘海拨碎？咋跟采访的记者解释啊？人不得问吗？那么于博他高考状元太努力了，什么是你的动力督促了你？我说刘海，他说刘海是你死去的家人吗？我说刘海就是刘海，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。解释啊，3年拼死拼活，最后为了当非主流，不讽刺吗？考了700分，为了和200分的同学长一样。但你不能有对发型好看的要求，因为你稍微有点要求，老师说你不行啊，你这叫臭美。臭美，什么是臭美？臭美，臭美应该是我们对石楠花的评价。我都这样了，我最多算臭一般。我们班级的管理条例极其激进，说你们不要洗头，不要洗澡，不要换衣服，专心学习。哎呀妈！最后半年，班级终于没有人臭美了，臭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来了个新同学，鸡窝头、黑框眼镜、胡子拉碴，高考状元。第一天报道，卫衣穿反了，最强大脑。所有人都是这个打扮，在我班的标准下，朴树算差生，纯反面教材。
穿新衣吧。剪新发型啊。你家长不得给你领回家吗？轻松一下。Windows 98，哥们儿还想上网吧。New Boy 上不了我们的 Old School， 就流浪汉能上我们 School。我们班级最后半年，一堆流浪汉坐在班级备战高考。乞丐来我班，以为到救助站了。我们看着乞丐，以为新同学呢。丐帮的本质是作业帮。老师说那话真的挺吓人的，说你们去理发店浪费时间，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理发，专心学习。要不说高中生还是得有自理能力。你现在听着会觉得荒谬，那时候愚蠢，信。当天晚上回寝室借的推的给自己剃头，根本不省时间。2个小时就把两边剃干净了，前面后面看不着。中间剩一绺没剃完，后半夜困了，第二天一睁眼就顶着墨西干上学去了。奥特曼背着书包跑操去了。这发型坐在班级上早自习，太像傻的了，像是那种会把中性笔塞到嘴里边，然后。一看就能给这笔的墨吸干。吸干。老师当天就骂我，说我追求个性，说我叛逆，说我小郭德纲。说你剪头发还是好打理，和老师剪一样的发型就可以了。他60了，地中海不好打理，墨西干不好打理吗？和你那地中海还互补，咱俩能拼团买1顶假发。你总不能班级40、50个全是地中海吧？班级40、50个谢广坤穿着校服上自习，你不害怕吗？一低头，老师讲台眼睛晃的睁不开。晚自习上到天亮了。班级中间就一片地中海呀，那是教室还是欧洲啊？班级的气候都变得夏季高温干燥，冬季温和多雨了。老师就在中间一站，被地中海包围了。老师是意大利。管我们纪律的时候都这么说话，说你们不要再说话了，你们不是。他一说话脸儿都看不着，全被他那黑手挡上了。你不应该吧？但这样的教育会培养出畸形的产物，对吧？像我们这种人长大之后会对美有偏见，有的时候看着一个人很好看，就会觉得肯定不学习。我看那巴黎时装周，我说这帮人都这么漂亮，哎呀，不认字儿吧？你知道什么是庄周吗？就搁这时装周啊。你会在一定场合下、特定场合去更信任那些不好看的人，对吧？如果今天是一个考试，周围陌生的考场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就是要抄袭，我肯定抄我旁边最埋汰的那个人，对吧？门墙陈明飞，我肯定抄陈明飞。庞博陈明飞我都抄陈明飞，庞博黄渤我都抄黄渤。哎呀妈，庞博那张脸放在考场太安全了，没人看，纯防弹衣呀！哎，这个人坐我考场给作文写满了，我以为他抄阅读呢。
但不对吧，朋友们？但不对吧？审美什么时候开始站在教育的反面了？审美不应该是教育的一环吗？你总得通过教育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丑吧？丑是我们都不想成为的那个画面，美式咖啡。我是于博，我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于博。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朋友，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于博。结束的猝不及防，怎么会停在美式咖啡上呢？因为今年我也想当一回傻子。那我必须问一下，这个领域的这个，为啥骂这么难听呢？啊，骂谁了？骂我吗？没有，特好，但是他确实骂我了，啊，让人叮咣烂炸，一直在翻，特好。但是我特别喜欢他那个中间的状态，是他那梗都挺混的，但是他那态度前面态度都又很正，其实很能说到大家心坎里。说那个于博这些梗都是奇绝的角度击中你，你知道你哪个梗击中了大林吗？小郭德纲。我认为美是小郭德纲。不是，你这都是小笑话。我小的时候真剃那个头，我小时候也真的，这个是一个真事儿，那个梗是一个简单真相。吴肖这段真好，他其实我没想到他是从理发开始，然后用理发贯穿始终，最后其实讲的有一大段关于更年轻时候的那种轻松岁月的回忆，然后最后讲到审美跟教育的对立还是应该站在一起的问题，我觉得太棒了。当你讲到理发的时候，我其实稍微有点担心，因为之前你听到过一些关于理发很好的段子，但是我发现就是一个优秀的演员，他能够从新的角度翻出新的花来。哎，感谢于博，然后那个博还是一个博，对，这也没忘了糟蹋我一回。哎，没有。对，就比如说问大家，如果说我俩在一块儿，你们抄谁的？也没听明白是什么博，反正是都没好到哪儿去。这个，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在哪？我觉得有一个作品是在讲审美，我特别高兴。我记得以前是木心好像有一句话说，没有审美是最大的绝症，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。大概这意思。我觉得这个作品最好的一点就是。他用了一个特别的方式，开玩笑的方式，说小时候上学的方式。其实我们的那些审美都是从最小的时候那点点滴滴，一点一点被抹杀掉的，认为它不重要。不，它太重要了。刚才于博说教育为什么没有和审美结合在一起，就是你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那个一下机灵了一下，就是终于有一个人说这件事情，就会很开心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你蔫蔫的、黏黏糊糊的，然后又有点那个小委屈，一个好词儿没有啊？小委屈还行，小委屈。然后，但是你说出来那话呢，又会让人很中听，就是整个就是很流畅、很舒服，特别喜欢。几位，你们原来留过那种贼叛逆的发型吗？哎呦！哇，这节目组，我天哪！你的好精彩啊！那个波麒麟也太好笑了吧！当时啊，我妈跟家正做饭呢，来一个记者说呀，说是我同学，我妈就给他看了。不是，太可爱了。咱们这些是剧照还是？我那个时候是在做一档那个音乐节目，当时就是每天介绍那个摇滚乐，就每天深夜介绍各种，反正也要配合这个节目的风格是吧？对，稍微有一些，确实波头不太适合主持人摇滚节目，不太摇滚。我这个就是平时那段时间就留的是这段时间还好吧？其实我的最叛逆的时期，就是最另类的时期，是留了一个郭富城的头型，当时。就自己对自己认识太不清楚。好嘞，那于博演完，咱们这一组的对决也要有个结果。那我们先请有成和七友回到舞台中央。很精彩啊，很精彩！这半场第一个对决就拉得挺满的。那观众朋友的选择会是如何呢？结果请看大屏幕。这个要是没有197票，我就生气了。
恭喜于博哦，差2票就开启我们金牌的挑战了。友成136，汽友184。按照规则，2位要先遗憾的前往待定区。谢谢2位的表演。其实出分的时候，我还这个感觉很微妙，你又觉得我还蛮好的，然后又会有一点点小失落，就是为什么不能再好一点，就能直接晋级了。大家真的很好，大家都会关心我说，担心我开场这个位置会不会影响到我。我觉得本身就是，这个行业对我能力的一种认可。那我们也恭喜于博198票直接晋级。差一点就金牌了。我知道他肯定踢不了，我以为他会掉金牌了。哎，黏糊的多好啊，上台。嫉妒。啊，我今天别猖狂，金牌第2轮有可能得用。我下轮赛制是啥？抢夺金牌，物理抢夺，就抢夺你的金牌。你不要试图跟一个律师讨论物品所有权的。爱情。